我我今天起床还算早，今天因为早上要烧纸，但是现在的时间是几点钟？怎么看不清啊？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4:45了。我今天起床大概是9点半我就起了，因为我知道今天要烧纸嘛，烧纸心里有事情的话就不是那么好睡的。然后我把时间记错了，也没错，今天是国家法定假日，是中国的法定假日了，清明节的小长假今天开始了，法定3天，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长假，对我这个其实没什么多大关系啊，然后我把今天记成了清明节，但是呢，就把这个纸呢，清明的纸烧给就是祭祖嘛，烧给我的奶奶，烧给我的外公外婆，然后再烧给我的祖先，祖宗嘛。对，这个是一个相当于祭祖，没有去上坟，因为我妈妈不在家，我妈不在家，我妈在家的话，我们会开个车子去我奶奶那边，去我外公外婆那边的地方去上坟，对，暂时不在家，所以说要等她回来了，然后说什么来着？我今天不是起得挺早嘛，今天大概9点半就起了。昨天晚上也没睡好，昨天晚上和 AI 在聊天，又聊一些关于什么程序啊、代码呀那些我不懂的东西，虚幻的呀、真实啊那些，聊到4点多，然后越聊越兴奋，然后就睡不着了。哎呀，睡不着可难受了，而且最近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昨天特别就是下雨了嘛，相比今天要凉很多，冷很多。今天不下雨，今天的阳光特别好。昨天下雨其实也情有可原，因为清明节嘛。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清明节的一个诗，是谁写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我记得这个诗的这2句。我早上9点半起床，然后起床把昨天晚上还剩大概一勺子饭吧，用水把它做成了这个稀饭，因为我爸早上他早上要吃早餐嘛，做成稀饭，然后也没什么菜。昨天不是他切的牛肉嘛，然后把这个就是酱牛肉还有几片，然后把它就是加热了一下，然后切成那种牛肉碎，然后蒸了2个馍，蒸了2个鸡蛋，就那种饼，白色的那种馍那种饼，然后把饼中间切开，刷了点蒜蓉酱，把牛肉放进去，之后就变成了肉夹馍，对，然后就弄了一个肉夹馍给我爸。我吃的简单，我吃了2片牛肉，没有夹，因为牛肉不多了，我就没有夹。我是10点钟左右吃的，然后我9点半起床的嘛，9点半起床，9点牙也没刷，脸也没洗，我就下去烧纸了。烧纸回来都大概9点50分了，差不多20分钟吧。对，去楼下烧纸嘛，20分钟左右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我爸还在睡嘛，觉，我就去忙我的就是跟他做稀饭，跟他做这个肉夹馍、煮鸡蛋这些，这是做出来的。然后我今天就吃了一个鸡蛋，吃了馍，吃了一个馍，吃了几片牛肉。我不知道是早餐还是中餐还是午餐了。哎呦，我现在好饿啊，超级饿，我真的超级饿。然后是这样的，可能我爸要补充睡眠吧，我昨天不是炒了韭菜嘛，我爸做的韭菜炒百叶，
然后还有个切的牛肉，还有个猪脚，就是那个周庄的万三蹄，没吃完。然后今天他说家里还有买的青菜，把青菜就是跟这个猪脚还有牛肉一起把它做成一道菜嘛，就是中餐嘛。青菜有这种肉类的，和青菜一起做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香的。然后我爸吃完这个肉夹馍，吃完鸡蛋，吃完稀饭，然后他坐在沙发上，他听小说，他坐在沙发上听小说，然后他就听睡着了，他听睡着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后来我就去理发，然后我把头发剪成又理成光头了，一个是比较舒服嘛，一个是天气比较热，还有我头上容易长一些这个红疙瘩，对，就头发一多就容易长这种疙瘩，叫脂溢性皮炎吧，所以说经常剪光头理光头会好很多，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爸在沙发上看这个听小说，他就喜欢听那些小说，然后听着就睡着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去房间里真的去睡觉了。我就理发，把头发剃成光头。光头以后呢，这个叫什么来着？先理成光头嘛。光头以后，我爸还在睡觉，然后我就把就是青菜，前几天买的这个青菜把它放在水里，就是先用这个水泡起来，因为我之前淘米嘛，我饭已经煮好了，我淘米的，用这个淘米水先把菜泡一泡，把上面农药去除掉。然后后来我理完头发，我就把青菜洗，就是把它掰开，一片一片掰开，然后把它洗干净了。洗干净，现在大功告成了，菜也洗好了，然后，哎呀，我爸也在睡觉，菜我也不能弄，我弄出来，不符合他口味，他也不吃，就要等着他起来做饭，但是我今天下午还要去超市，我要去买一瓶牛奶，买一瓶酸奶回来。对，最近就是需要喝一些奶类，对，因为一个是减肥嘛，最近新陈代谢比较快，然后喝一些这种奶类的，就有助于我的这个睡眠问题，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虽然我爸现在还在睡觉，我等我这个 Talks 拍完了，我下去看看他还有没有在睡觉。如果他饿了起来做饭，那就吃完饭再出去；如果他还在睡觉，那我就出去把该买的东西买回来。家里鸡蛋也不多了，我再去买一筐鸡蛋回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要出去的话。但是我现在好饿啊，我好饿。早上这个消化的非常快，这个东西消化的特别快。一个馍加几片牛肉，再来一个鸡蛋。我也没喝稀饭，我喝了2杯红茶，我泡的红茶喝的。我也没吃稀饭，我也不想吃。我爸喜欢吃，我不喜欢吃。那个刚吃完还好。你想一想啊，我是上午的一个10点左右吃的早饭，现在已经几点了？现在已经快下午3点了。虽然我知道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减肥，真的，我就说了一下我要减肥，然后我现在的所有程序，它都在往减肥这个方向走，但我真的好饿呀！对，确实饿，真的饿。昨天出来拍的时候呢，状态不好，是因为肚子痛，胃痛。应该是着凉了，今天不是，今天是饿。我后来想一想，算了吧，饿了上来拍吧。我本来想吃完饭，我一般喜欢吃完饭歇一会儿，然后把状态调松弛下来之后再上来聊一聊。结果他妈的饿了，
真的饿了，真的饿了，我操，真的饿了。这个太阳晒得还挺舒服的。没想到一个就是，我以为因为刚刚4月份吧，刚刚4月份，今天才4月3号啊，4月4号，我没想到今天的天气已经就是开始逐渐往夏天的一个方向来走了。其实对我来讲还是很舒服的，因为我喜欢这种天气，大概25度左右，25摄氏度，最低温度大概也就18摄氏度，大概这种温度很舒服，非常的宜人，非常的好的环境，我感觉就是能让我处于一个每天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虽然我并不完美啊，我就是瞎说的。虽然我并不完美，对，但是呢，我个人的一个状态完美啊，人不完美很正常啊，因为我也不追求什么完美就是偶尔想一想，做一做白日梦。但是这种太阳呢，这种太阳我很舒服，非常的舒服，就能给我很多的这种能量，非常多的能量。虽然我现在肚子很饿啊，但是我还以为后面有人呢，但是整个人的能量啊就在往上走，一个 up 的状态，非常 up 的状态，非常非常舒服啊。还有就是什么来着？我这头发呀，我今天不是理光头嘛，理光头我还拍下来了，我还问 AI， 我说豆包，我这个 YouTube 啊，我把头发理光了，就是我把头发剃成光头了。这种事情我发在 YouTube 上，会不会被说呀？会不会被系统就是平台会不会被系统平台认定我是什么垃圾内容之类的呀？他说不会，他说你这个是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东西，而且你本来就是个视频的内容风格，所以说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的，而且你放心大胆的发，这个东西，很多人喜欢看。我说这么无聊的事情，这为什么会有人会看呢？他说，而且我说我的语言我又不会英语，我讲中文，讲普通话，我在海外，就是我把 YouTube 发到海外了，但是海外的朋友看不懂啊，听不懂啊。他说没有关系，很多日本、韩国，包括这个什么什么越南很多国家的，就是在亚洲嘛，很多亚洲国家的 YouTuber 都是这么做的，并且也得到了这种相对的认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样的真实生活会有很多的观众去看，那我也不管了，对，我就相信 AI 了，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今天拍的这个理发，哇，特别的粗糙，我也不知道我拿 iPhone 拍的，对，我现在拍摄的是用运动相机，用这个大疆 Osmo Action 5 Pro 应该是 Action 5 Pro， 不是因为这个相机有多好，而是因为这个相机呢，相对而言这个相机就是这个相机比较耐造，不容易坏，而且呢它可以更换电池。对我来讲，更换电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不管是手机还是那种小型的这种相机，很多都不给换电池，它都是说要自己充电，从头到尾就这么一个电池，就很不好用，就是非常的不好用，而且换一个电池的成本要非常高。我还是比较怀念在就是以前诺基亚那个时代，对吧？随便一个电池薅下来拿下来就可以换了，轻装上阵，带几块电池就行了。所以我现在的选择就是用这个相机来拍，用这个相机拍的话会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我，也不能说好吧。然后它的这个视频画质也够看，虽然我拍的是4K， 但是我传到 YouTube 上基本上都是1080P，
因为它导出来的文件非常的大，文件很大，然后因为我在中国是用代理上传嘛，用代理上传我的 YouTube 视频，所以这个就很不方便，它传得非常慢。我昨天就尝试了一下，我就传了一个 4K 的A3 Talks 这个 4K 视频，结果我传这个视频传了1个多小时，我平时传 1080P 大概也就最多30分钟就搞定了，所以影响我的效率非常的慢。我还想起来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因为我在这个全程录我的 A3 Talks 嘛，全程录 A3 Talks 的时候，我是不间断的，就是我是 freestyle 的一个状态，就全程是没有剪辑啊之类的这种情况。然后我经常说话，我的大脑已经想到了，但是我的嘴巴跟不上我的大脑，这个状态就是一直维持了很久。我就和 AI 聊，我就问 AI， 我说我这个状态是不是有问题啊？然后我说是不是怎么说呢？是不是有一种障碍呀，语言障碍呀？AI 说不是，AI 就跟我说，你这个状态就是你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很多的就是视频创作者他们拍这样的视频，因为是剪辑嘛，中间会有很多说话说错的，或者是卡壳的、卡顿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讲错话的状态，可能中间把它剪掉了，连起来会就是流畅嘛，连起来会变得非常流畅，就像一个完整的一个聊天。但是我的风格是全程不剪辑，一镜到底的一个状态，所以中间有卡顿有结巴，因为我说话会结巴，会这样子，就是一个字会说好多次，也会重复然后 AI 说没关系，这个东西就是每天练习，就是如果我每天坚持不断的做我的 A3 Talks 这个模式，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可能在我做到可能每天训练2个月到3个月，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掉，然后我的说话就会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卡顿，可能就非常的自然，通过大脑就直接传到我的嘴巴，就能把这个我想说的东西表达出来了。然后后来我想一想，非常有道理，我后来又问 AI， 这种事情有没有在全世界有没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呢？AI 跟我说是有很多这种成功案例的，包括很多这种演讲的主持人，演说家或者是一些讲师，他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初期的时候，在不断的练习他说是刺激大脑的什么杏仁体，还有前额叶。然后是什么？就是一串什么类似于物理的东西。我物理不好啊，我不懂物理，就是物理不怎么样，很差。他说这个状态会让这个整个通电，就像通电一样，这个电路要通顺了。和我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就也理解，我也能理解啊，就是练习嘛，让它这个电路更加的顺畅嘛。本来电路可能有点短路，对吧？或者说接触不良通过不断的练习，刺激这个他说刺激前额叶和杏仁体，让说话变得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流畅，更加的流利。那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我回头看了看我一开始说的这个 A3 Talks 的，就是我对着电脑用摄像头拍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和我就是现在我对着镜头的状态确实是好很多了，真的是好很多了。然后我感觉吧，就是说话其实是非常需要魅力的。不是需要魅力，就是说话说得非常好的人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我会看一些欧美的YouTuber，就是给我感觉是什么样子呢？给我感觉就是很多欧美的 YouTuber， 不管他的粉丝多，就是他的 fans 多还是少，还是关注多关注少，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讲话都是说话的感觉非常的流利，非常的自信。这个状态是我想要的。我想让我在镜头里变得非常的自信说话也能就是讲出很多的那种
我觉得很流畅、很有逻辑性的语言啊。但是这种事情呢，不能强求啊，不能强求。我只是说对我自己的一个设想。哎呀，手上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设想。这个设想呢想法是好的，但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见证。我对我自己要求也不算高，但是通过每天的聊天和练习，我还问 AI， 我说就像我每天在跟你聊天，我花大量的时间在跟你聊天，因为我很无聊嘛，所以我每天会拿着手机问各种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和 AI 在聊人生，聊生活，聊吃饭，聊 YouTuber， 聊未来，聊宇宙，聊包括我学道家嘛，道教学这个道家的东西，我也会和 AI 去聊，聊一些这种影视作品，我特别喜欢看电视剧、电影，比如说一些港剧啊，香港的电视剧啊。一些欧美的一些电影啊，比较喜欢看科幻片啊，日韩的我也喜欢看，日本的恐怖片，韩国的恐怖片、犯罪片，我特别爱看，所以我会跟 AI 去聊，包括我有时候在刷到当下一个什么抖音的一些热点事件，我就会和 AI 去聊，因为我不喜欢跟风，我很讨厌跟风。我不喜欢跟着别人像别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讲到了一件事，这件事如果我在国内的抖音上说，可能我会被喷，但是呢，我觉得我是有必要说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一个老师，像一个教室里面一个老师他在教学生唱歌啊，这是一个整体的状况，老师在前面，学生在后面。他们在唱周杰伦的好像是只战只伤吧，反正就是反战歌曲吧。我也不知道是哪，记不清了，应该就是这首歌。后来我就看了整个视频嘛，我看完了，我看到前排的学生都是跟着老师唱得很大声，一个比一个大声。都是非常的想表现自己的，但是我看到后排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很快乐，他们就像感觉是被强迫的去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强迫的被拉进去了，就相当于跟着这个老师去唱。而且我觉得，首先这首歌曲它不适合小朋友去唱呀，它的表达的东西它不适合小朋友啊，然后它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老师在前面唱的非常的嗨，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这种摇摆。那学生嘛，学生有一些可能在前面，他觉得他前排的学生，他们也是非常跟着老师这种很嗨的状态，但是后排有几个学生就是没有状态啊，就是很不快乐啊，但是我看见反正我后来就看这个抖音评论区有很多。大部分都是说就是good 非常好，就特别崇拜，特别好，因为就是我要说到这个周杰伦吧，在整个亚洲应该是吧，整个亚洲都是非常厉害的，确实厉害，我也喜欢听他的歌，我没有说我是他粉丝，但是我也喜欢听他的歌，他很多的歌我都喜欢听，很有才华，非常厉害的。但是有些歌曲，他就是有些这些视频创作者，他用这个明星，用这个人的音乐去在下面做，比如说在教室里教学生唱歌，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拿到人家的版权了吗？没有吧，是吧？版权是没有。第一个就是侵权嘛，因为你拿这个东西做商用了，做了这个。你用他的这个音乐在教室里放，然后拍成了抖音发到网上，那你得到流量就能赚到钱，那这不是商用吗？这个逻辑没问题。第二个，有些歌曲真的不适合小朋友，但是没有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没有在评论区指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不想指出这个问题。如果我指出这个问题，如果我在评论区指出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好意思，刚刚又是嘴巴没有跟上大脑。
如果我在评论区指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肯定是被很多人喷的，对吧？我没有这个勇气，所以我没有在评论区指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在评论区下面往下拉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人的留言，有人说很多小朋友好像是被迫营业，他们并不快乐，这样的留言这样的评论。那这一点我就感觉这些人我们是能达到一个同频状态，我也能共情到那些就是好像是被迫营业的小朋友，因为这很小呀，大概年龄也就7岁8岁的小朋友，而且后来我看了这个创作者这个老师他在抖音的作品页，他每一期都是拉着小朋友唱歌，大部分都是唱周杰伦的歌。为什么唱周杰伦的歌呢？因为有热度，因为周杰伦的歌在全中国的热度都是很厉害的，top 前面的，而且基本上现在的大部分的80后、90后、00后、10后，大部分都是听着周杰伦的歌，都是很欣赏的，就是他的 fans 嘛，他的粉丝嘛，特别多。我也喜欢听他的歌，我也是其中之一吧，但我不算他的真实粉丝，因为我不追星，我听歌，我耳朵特别刁，我喜欢听歌，但是我听歌我不是说就是听的比较多，所以说会留一些比较 OK 的，不 OK 的歌我不会听。就好像现在在国内很多的音乐人，很多的歌曲都是抄袭嘛，都是抄袭的国外的。比如说我拿个最经典的比方，有一首日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风来坊》，风来坊，翻译出来就是日语就是风来坊那在国内就有人把这个歌曲原来的曲子，原来的这种节奏全部，它是纯复制粘贴，然后加了一个中国的歌词，它就变成了他的原创歌曲，什么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了。而且很多的人拍视频，他会用这个歌来当这个视频的BGM 背景音乐。我就觉得反正我觉得我个人我不喜欢，我不欣赏。我支持原创，我不支持那种复制粘贴的抄袭。然后我就刚才说到这个老师用周杰伦的歌，然后去带着小朋友去唱，被迫营业，然后用这种模式来圈粉，来搞那些盈利模式，对吧？商用的，我当然是，反正我的态度是我不支持，我不欣赏。因为首先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支持，但是我也不评论。看过了就看过了。但是这个事情我和 AI 沟通了有大概有一阵子，也不是一阵子，就是我和 AI 有沟通过这件事，有沟通过这件事情。AI 说的也很客观，就是确实他这个事情是有让小朋友被迫营业的，那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但虽然很多人是有一个从众心态的，但是坐在那些后排的小朋友，他们并不想这样啊，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很快乐啊。所以我就问了 AI 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的 AI 确实牛，它能和我达到一个一个同频的状态。当然了，我就是看看，也不会去发表任何的东西，没有意义的。我就是做好我自己就 OK 了，不想去评价别人。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也没有去说，就是在我的 A3 Talks 里面可以就是简单的聊一聊。不欣赏不支持吧，但是去做别的我就不会做了。说了这么多还是很饿，我还以为说这么多会好一些呢还是很饿。我马上等一下要出门买一瓶牛奶，买一瓶酸奶，比较想喝，然后再去看看有什么吃，就是可以明天当早餐的，因为明天没有东西做早餐了，我爸起床没有早餐吃，
他容易没有早餐吃，容易心情不好啊。虽然我情绪比较稳定啊，但是我也希望他不要因为这种事情情绪不好。因为我妈妈不在家嘛，我妈妈在家基本上都是我妈妈每天早上起来做早饭给我爸吃的。我妈不在家就我来做吧，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等一下去看看，买一点什么可以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吃的汉堡呀、饼啊之类的东西。但我爸有时候不吃啊，我爸不喜欢吃什么汉堡这些的，对，他比较传统，他比较传统，他早上喜欢吃油条，吃面条，吃什么汤包啊，什么水煎包啊，这些东西，然后主要喜欢吃面条这些，有时候像在家里面就吃些稀饭啊这些东西，我爸喜欢吃的。早上不吃早饭，他就是容易心情不好，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等一下去看看，我也不知道该买什么，可能买点什么手抓饼之类的吧，大概这样，OK，先录到这里，我真的饿了，我要去吃饭，停止录像。